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刘的频道。人类历史上的国际秩序可以分为逐级演化的4个版本，分别是大航海时代、大革命时代、大战争时代和全球化时代。每个版本的国际秩序都有着自己的特征。最近几年，中国和俄国经常被西方社会指责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而美国相对实力的萎缩和政策收缩，英国脱欧、联合国的弱势，以及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颠覆性新技术的高速发展等等，所有这些也是很多人担心，现在全球化的国际秩序正处在一个被颠覆的过程中。这期视频，老刘就来谈一谈地球上的国际秩序是从哪里来，又会到哪里去。所谓国际秩序，是指在国际关系中国家需要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国际秩序不同于国内秩序，它一般不是由一个权力机构来维持的，这是因为在主权国家之上不存在有强制力的更高权力的权力机构，即使是联合国也基本没有什么强制约束力。约束国家行为的规范都是经由国家间的互动来建立并发挥作用的，所以国际秩序天然的具有无政府的属性，有着它自己的历史发展的逻辑。我们从国际秩序的第一个版本谈起，国际秩序的 1.0 版本就是16和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大航海把地球上原本隔离的区域连为一体，人类社会才首次有了国际秩序的概念。大航海从海外带来各种新资源，远洋贸易带来巨额财富，这些都极大地颠覆了欧洲原有的由贵族领主们分治的松散的小国寡民的社会秩序，推动了新的国家秩序的建立。在大航海时代之前，欧洲的财富结构是由土地决定的，王公贵族们谁的地盘大，谁能收到的税就多，而全欧洲的贵族们互相之间的认同感要远远超过同一国的人民互相之间的认同感，人们的国家观念普遍都很淡漠。而到了大航海时代，远洋贸易带来新的财富形式，这使得国家对于各种资源的动员能力变得空前强大，所以国家的概念开始强化，国家间的战争模式也不再局限于以前的贵族战争模式。大航海时代的世界霸主是大航海的先行者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后来从西班牙的统治下独立出来的商业王国荷兰。大航海时代是个野蛮竞争、弱肉强食的时代，但是在各国的竞争中也开始出现国际秩序和国际法的雏形。国际法最初的渊源就来自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学派和荷兰人格劳修斯。萨拉曼卡学派探讨国际秩序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论证西班牙人侵略印第安人统治海外领土的正当性。而欧洲在宗教改革后经历了一系列宗教战争，战后各国在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首次确立了主权国家的概念和反对干预别国内政的准则，成为人类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个国际关系体系。在大航海时代，西班牙、葡萄牙虽然是海上霸主，但是他们还是以传统的抢地盘的陆地思维来看待世界。对他们来说，航海只是一个用来获取更多土地和经营的手段，他们瓜分了统治全球海洋的权利。其他国家的人如果未经两国允许就参与航海，就会被视为海盗。而后起的海上强权英国正是采用海盗的战略击败了西班牙。英国在和西班牙的对抗中发展出了区别于大陆视角的海洋视角，同时后起的大陆强权法国则在反抗哈布斯堡帝国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了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英国和法国的观念革新推动了新的国际秩序的出现。国际秩序的 2.0 版本是18和19世纪的大革命时代。大革命时代有双重的革命，分别是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使英国具有了遥遥领先于各国的产业形态、产业规模和产业效率，而法国的政治革命则使法国具有了一套全新的政治整合技术和全民战争动员的逻辑。
这两场革命使英国和法国分别以各自的方式有能力对其他国家进行一种降维打击。同时，这两场革命也不断向外扩散，彻底颠覆了整个国际秩序。在大革命时代，英国取代西班牙成为新的海上霸主，法国击败哈布斯堡帝国成为新的陆地霸主。而在打败各自的对手之后，英国和法国之间又开始了持续近100年的争霸，最终是英国在7年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中2度取胜，成为最终的全球霸主。在拿破仑战败后，各国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建立的国际政治秩序，是继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的又一个国际体系。这个体系开创了很多影响后世的国际惯例。当时的国际政治充满利益算计，遵循的就是强权政治和军事原则。国际外交就是用各种复杂的利益同盟和条约体系来避免战争。虽然如此，在狂暴的大革命后，维也纳会议建立的国际体系用正统原则暂时恢复了欧洲的旧有秩序，它也确实使其后约100年没有发生席卷整个欧洲的战争，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大革命时代也是现代规则刚刚开始建立的时代。大革命时代最重要的观念革新在于，英国人率先确立起政府必须服从法律的观念，法治的观念确保了财产及合同的安全，从而催生出了工业化和现代资本主义。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总体上奖励生产而不是支持暴力掠夺的制度。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英国意识到，与其费力去占有资源，不如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保证自由贸易，建立一套全球通行的普遍贸易规则，就可以实现英国的国家利益。所以英国着力去控制海上航道，重点控制一些海上航道的咽喉要道，比如直布罗陀、好望角、苏伊士、新加坡等地。直布罗陀控制着从地中海进入大西洋的咽喉，好望角控制着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咽喉，苏伊士控制着从地中海进入印度洋的咽喉，新加坡控制着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咽喉。这些咽喉要道全部都被全盛时期的英国所掌控。英国的霸权就在于英国建立和控制了整个国际贸易网络，拥有了对普遍贸易规则的主导权。然而19世纪英国的霸权和后来20世纪美国的霸权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后来美国称霸的时候，世界上的其他强国多数是他的盟友，比如英国、西欧、日本。但是当年的英国就不是这样，英国人一直讲光荣孤立，他是独自当老大，没有长期稳定的盟友。在与法国长期争霸的过程中，英国先是和普鲁士结盟，打赢了7年战争，后来又和俄国结盟，打赢了拿破仑战争。而英国的这2个临时的盟友，普鲁士和俄国，后来却成为英国的死敌，成为挑战国际秩序的祸首，推动世界进入大战争时代。国际秩序的 3.0 版本是几乎充满整个20世纪的大战争时代。大战争时代的上半场是2场世界大战，下半场是持续近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在前面的大革命时代，世界各国都在争相追赶英法2国，拼命发展技术。这种追赶使人类技术和观念的演化速度大大超过了国际秩序上观念和规则演化的速度。旧的国际规则难以适应新的现实，人们过去所习惯的各种国际政治博弈的逻辑和传统的外交斡旋机制通通失败，所以人类最终陷入了残酷的世界大战。首先是普鲁士统一了德国，同时发愤图强，引领了第2次工业革命。德国采用李斯特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对抗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实现了经济崛起。德国还把法国政治革命中兴起的民族主义观念往前推进，发展出德国版的文化民族主义。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2个升级版在德国结合发酵，让德国一跃成为欧洲的顶级强国。然而国家资本主义也和民族主义结合，催化出纳粹主义，使德国同时具备了挑战国际秩序的实力和野心。
后来的俄国更是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思想中又演化出共产主义苏联。可以说，20世纪的大战争时代就是各种主义挑战规则的时代，最主要的就是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对英美自由主义所主导的国际规则的挑战。结果是英美自由主义先是联合共产主义苏联干掉了纳粹主义德国，然后在冷战中又拖垮了共产主义苏联。经过大战争时代，英国的实力大大削弱，美国接棒成为新的世界霸主，也是英美自由主义的新掌门。大战争时代后，英美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扩展成为全球秩序。大战争时代的一个产物就是联合国的诞生。无论是在2次世界大战还是在美苏冷战期间，胜利的一方为了笼络人心，往往都容忍或支持殖民地的独立，以显示自己一方是更加正义的。所以在大战争时代以后，世界上出现了大量的前殖民地国家，并且在联合国成员国中逐渐占据了多数。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的状态：国际秩序的力量框架是由传统大国主导的，但是国际秩序的道德正当性却被联合国中众多新独立的弱小国家所掌握的多数票所主导。这种状态就让国际秩序的正当性和执行力之间经常发生冲突，推动国际秩序继续向前演进。国际秩序的 4.0 版本就是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在这个时代，英美自由主义，尤其是美国人的律师思维，主导建立起了包括国际法、国际仲裁和国际法院在内的一整套国际法律机制，以及以世界贸易组织等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制度。一种普遍的法律秩序开始取代国际关系中一贯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和古老的丛林法则。很多人对国际法不太理解，因为国际法不像国内法那样背后有国家强制权力的背书，而没有强制力的约束，大家怎么会乖乖地遵从法律的判决呢？对主权国家来说，如果国际法判决对自己不利，尤其是大国，翻脸就可以不认，那么这国际法可怎么运行呢？然而了解了美国的历史，就会知道，美国在建国之初，各个州之上也没有一个强力政府，各个州之间就是靠着共同的对法律的尊重才凑合起来一个美国。早期的美国就像是一个松散的联合国，但是美国基于基督教文明的经验，能适用于包含了各种不同传统文化的国际体系吗？经过大战争时代，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被打倒，然而英美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普世价值还远远没有被全球共同接受，所以国际上仍然存在着各种价值观的冲突。各种传统的民族或宗教文化都对英美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心存抵抗。最近几十年，我们看到国际秩序的演变，出现了自由主义色彩消退、民族国家作用逐渐强化的趋势。不仅是东方国家，就连西方国家也都出现了民族主义的回潮。奉行民族主义的国家往往觉得自己的民族最优秀，其他的国家总会居心不良，想要害我。伊斯兰文明对于现代国家的理念也有很多的不认同，所以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在大战争时代曾经被意识形态冲突压制的很多矛盾会重新浮现出来。新时代最大的问题会是各种宗教文明层面的冲突。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可能一直就会是一个各种传统文化不断挑战现代规则的时代。以英美自由主义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强调开放，也强调普遍规则。它推动世界各国减少国家对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管制，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便利资金、技术、人员和信息的流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扩展。这种国际秩序观强调海洋、网络等全球公域的开放性，它势必会阻止民族国家在这些场域行使主权。但是当各国的经济政策都越来越富有民族主义色彩时，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就会愈发强化。中国的崛起可能会面临西方国家的正面竞争，比如美国为了应对中国的挑战，
也可能会开始发展自己的国家产业政策。而如果美国与西方国家决心打造更高水平、更小范围的自由国际秩序，并将中俄等国排除在外，国际秩序就将面临进一步退化的可能。本期视频借鉴了施展老师国际政治学讲座的部分概念和内容。我是老刘，我喜欢用简单的话说复杂的事。感谢大家的点赞、留言、订阅、转发。